再来一次。不了，我玩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玩腻了，以后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不随叫随到了。这一次又想玩什么新把戏？没有把戏，我只是不想让全阿姨知道，她当初发善心收养的孤女，竟然和她的亲生儿子做这种事情，我怕她心脏病复发，承受不住。幼稚。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？一直都会啊，只是你不了解我罢了。不过还好，以后都不用了解了，因为我要结婚了。宋明宇。你知道的，他喜欢我很多年了。他这次向我求婚，我答应了。我觉得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你舍得我？其实有点舍不得，毕竟这种感觉以后不会再有了，还挺可惜的。要不最后再来一次？振作，别玩火。我不是每次都这么有耐心陪你玩。你说的对，我舍不得。可是你心爱的女人，明天就要回国了。我这个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，马上就要被你丢掉了。宋明宇，来我家提亲，立刻。好久没见你了，怎么样呀？最近？我最近挺好的，曲阿姨。伯南回来了，刚好明宇今天来了，快来一起吃饭。这些东西哪来的？哦，哥，这些东西是我带来的。我今天来是向曲阿姨提亲的。明宇哥，我有点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。素素，快尝尝。素素，这汤热着，我先给你盛一碗，凉凉。这孩子是个会体贴人的。明宇，阿姨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喜欢素素的，可你们现在年纪还太小，结婚有点早了。不如这样，我跟你父亲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先让你们两个把婚给定了。没问题，曲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素素好的。素素，你的想法呢？都听您的。
伯南哥，你的意思呢？你自己的婚事自己决定，只要不后悔就行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。下飞机了吗？我现在过来接你。结婚不是过家家，未来要娶你的人，如果连你香菜过敏都不知道，那这个婚结了也得离。素素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香菜过敏。一点点，不是很重要。素素，你别哭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后会记得你的喜好，不会像今天这样了。我去给你重新换一个碗。他出国了4年，我就做了他4年的情人。如今他回来了，就再也没有我的位置。可是，凭什么呢？曲阿姨，我吃好了，我想去商场买点东西。明宇哥陪我一起去，可以吗？曲阿姨。明宇哥，要不我来开车吧？我好久都没有开车了，有你在，刚好练练手。当然可以。曲伯南的车。下飞机了吗？我现在过来接你。素素，你没事吧？明宇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太久没开车了，一时紧张，把油门当刹车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没事，你人没事就行。我下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我也下去看看吧。我看我好像撞的是我哥的车。宋妹妹，你这车开的，不知道的以为啊，你跟志伟有多大仇呢？伯南哥，没来吗？啊，他有事儿，让我来接。沈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开车撞你的。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的。沈姐姐是伯南哥的朋友，我怎么会故意撞沈姐姐呢？是不是故意的，不是你说的算。伯南，你的素素妹妹在机场开车把你的车撞了，我想你可能要亲自过来一趟。伯南，你都不知道，刚刚幸亏是我反应快，不然我现在可能已经在车底下了，真的好吓人啊！我把邵文车开过来了，先上车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哦，素素妹妹她好像也受伤了，不然让她跟我们一起去医院吧。不用了，一点小伤而已。你还是多关心关心沈姐姐吧。哦，是啊，伯南哥，素素妹妹就交给我吧。不追吗？从小就被家里惯坏了，总得长点记性。
素素，素素，你刚才是不是开车的时候吓到了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以后开车的事还是交给我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让你。素素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想回家了。可是你的伤……不要紧。疼吗？你喜欢的女人已经回国了，你不去找她，反倒来找我，你不怕她吃醋？素素所言极是，我现在就去。许国南，你混蛋！你有本事，4年前就别睡我。4年前那晚，我是被人下了药，你在床上，我很难什么都不做。那次是意外，那之后呢？你别告诉我，你现在的反应也是意外。别闹，不然刘爸会很难看。你喜欢我吗？曲伯南，如果你不喜欢我，就别对我这么好。素素，你睡了吗？门没锁，你说要是曲阿姨进来，看到她的宝贝儿子在我的床上，会怎么样啊？正准备睡，曲阿姨你进来吧。素素，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？没有，我还没睡呢。这个手镯呀，是阿姨结婚的时候你叔叔送给我的。如今你马上要和明宇订婚了，就当是阿姨送你的订婚礼物。谢谢阿姨。素素，你向来乖巧。当年你爸妈为了救乡下出差的伯南爸爸才去世，你来到京城深造后，我们家一直照料你。如今你已经开始工作了，有些话呢，我想不必我解释清楚，你也应该明白。我就伯南这一个儿子，
他以后结婚的对象一定是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，而齐家的名声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毁。是，阿姨，您考虑的没错，我正准备过段时间就搬出去呢。好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你要搬出去住？徐波南，我是不是只能做你背地里的装扮？4年了，这样的关系我也腻了。我还挺喜欢宋明宇的，换个人或许体验会更好。毕竟他比你年轻多了。你是不是忘了上次是怎么哭着跟我说？本来看在你膝盖有伤，今晚想放了你，但现在看来，碰就对了。以后还敢在我面前提别的男人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好，松松，乖，别故意气我。别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。苏苏，你记住，你是我的。伯南，我知道你把素素当妹妹照顾，但是你对她这么好，很容易让她误会。我跟他没有别的可能。哎，素素，你怎么傻站着呀？你沈姐姐来了，快来喊人。沈姐姐好啊。素素妹妹来了，那我们快开饭吧。知薇，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不走了。其实我当初出国啊，就是为了能更好的配上伯南。这次回来，也是为了他。就是不知道伯南是不是都把我忘了？没忘。伯南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有点辣。辣吗？我知道你饮食清淡，没放辣椒呀。伯南，喝点水吧。沈姐姐对伯南哥可真好啊。
侍卫，你有没有伤到？我没事，曲阿姨，就是这玻璃渣子碎了一地。别伤到手了，我让下人来收拾就好了。曲阿姨，你们先吃，我先去洗手间处理一下。阿姨，我也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就上楼去了。找我啊？沈姐姐，你真的觉得你这次回国就能嫁进徐家吗？我能不能不知道？但我知道，他肯定不会娶你。不是吗？是吗？那你敢跟我打赌吗？我也不是了，先走了。素素啊，你年龄小，我呢，也肯定不会跟你计较的。你还真是仔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猜。波南，不是我推的他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我靠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曲阿姨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刚刚不小心撞倒了素素妹妹。波南，你先带她去医院处理一下伤口。你先去吃饭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Tell me the truth, this is the end. I feel like lose myself. 真是个疯子。小瞧你了，看来昨晚还是没把你折腾够，闹够了没？你知道我在跑，那你为什么不戳穿我？你不怕沈哲伟生气？他生气不用哄，你生气，动不动就要搬出去住。不像话。徐波南，你不觉得你对我好的太过头了吗？我不觉得。昨天我开车撞了沈哲，今天我又故意设计陷害他，你都不追究吗？素素，你年纪小，做事容易冲动，但你心不坏。许波南，不能既要又有，你不能一边有女朋友的同时，一边又把自己活得好。你又在我身上，你怎么能一辈子都这么不？你怎么知道不能呢？因为那是唯一的，好也是，你只能给一个人，跟你真心爱。素素，爱可以分很多种。波南，我一直以为不清醒的人是我，可现在我才发现，其实也没那么早。素素，别再说这种话，否则把事情闹大，对你我都不好。徐家的股票也会受影响。你放心吧，等过段时间我和宋明宇结了婚，丢人丢的也是宋家，对徐家不会有影响。伤敌1000，自损800的招式在我这里不管用。上一秒他还有无条件的袒护纵容，你年纪小，做事容易冲动，但你心不坏。下一秒他也可以用冷漠甚至厌烦的语气和我说，否则把事情闹大，徐家的股票也会受影响。眼前这个我深爱了多年的男人，突然有一种从来没了解过他的感觉。
陈阿姨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这伯南事情多，我就不劳烦他回来之后再送我了。这还没结婚呢，就这么担心他，以后要是跟伯南结了婚，还得了？你能不和沈志伟结婚？素素，我总是要结婚的，就算不是跟他，也会有别人。那我呢？曲伯南，我的感情呢？我算什么？我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吗？既然你这么无情，我又何必再忍？素，别发疯。伯南的车了。你知道，女人一旦和男人沾了边，不会有9个人会被这个边剩下的分到极致。你之所以想要这个姿势，不知道在车里，这不是你这里。伯南，伯南，妈，伯南，怎么只有你自己啊？素素呢？你不是送她去医院了吗？他自己去了。陈素妹妹她伤得怎么样啊？要不我去医院看看她吧。小伤。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我还是去医院给她道个歉吧。你又没推他，你不需要道歉。阿姨，我看伯南他好像也累了，要不让他在车里休息一下吧。不玩了。49，记得上药，不然留疤会很难看。你来了。曲伯南给我打电话说你受伤了，叫我来看看你。素素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，我好害怕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怕我想不开啊？你会吗？不会，我正在一点一点将曲不南驱逐出我的世界。也许时间会很长，但是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。对了，文文，你还记得我把自己关在画室1周画的那幅画吗？记得啊，当时那幅画被一个神秘商人看上，用100万的高价给拿下了呢。那100万支撑了我大学4年所有的费用。我想从徐家搬出来，租房子需要钱，你能帮我再卖几幅画吗？可以啊，你画的那么好，
我随便块房间都给你卖了。可是你搬出来，齐慧楠会同意吗？他答不答应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想把他从我的生活当中抽离开，我就必须从这家搬出去。我活在自己编织的幻境里面，太久了。现在梦碎了，我也该醒了。素素。素素，怎么样？这儿地段不错，环境也好，就是旧了点，但好在租金不贵，性价比比较高，是挺好的。就这儿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中介把合同签了。你想什么时候搬进来？最早什么时候可以？随时都可以。那我现在回去家收拾东西。素，原来这就是一个人迫不及待想离开的样子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跟温志出去玩了。还在生气啊？我是回来收拾东西的，房子我已经做好了。素素，别任性，你一个人出去住，爸妈会不放心的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在任性呢？我说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照顾不了我一辈子。下次记得关门。小姑娘，好端端的怎么哭了？是不是跟家里人吵架了？我女儿啊也这样，经常和我吵架，不过都是家里人嘛，没有什么隔夜仇的，过2天就和好了。别哭了啊！可惜我们不是家人，也不会再和好。哥，什么呢？说，如果我们死在这场车祸里，算不算殉情啊？
如果你实在不想住在曲家，我在清水湾给你买套公寓，你可以搬过去住。你给我买的？我偶尔也会过去住，陪你。不要。徐伯南，把车门打开。陈素，你作为一个20年房龄的老破小住，你觉得我会不管不问？就因为我是你们曲家照顾的人，所以我住在那样的房子里，丢了你们曲家的面子。不只是因为你是曲家的人，更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你可以当做我见不得你住在那种破地方受罪，我照顾你本来就是应该的。我22岁生日马上就要过了，我不是小孩子。不管你几岁，我只知道我永远比你大10岁，所以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小女孩。就像你说的，马上就要过22岁生日了，后天，对不对？就算你真的想搬出去，也等过完生日再说。我给你过个生日，就像以前那样，好不好？这个。生日快乐，我的小朋友。好，这会是你给我过的最后一个生日。沈之薇回来了，我以后所有的生日，你都不会再记得了。我带你去商场买个生日礼物，想要什么你自己挑。不用了，没什么想要的。我只希望我生日那天，沈之薇不要出现。我只想好好过生日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要求一点都不简单。谁要你进来的？我跟曲阿姨说的，我在这里等你。这不是你能碰的东西。伯南，你喜欢陈素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不用回答我，因为喜不喜欢他根本就不重要。世家之所以会长久不衰，靠的并不是什么感天动地的爱情，而是强强联合。就算你不跟我结婚，跟你结婚的也只会是其他世家小姐，而不是陈素。你对陈素有意见？对，你对她太好了，这是我不想看到的。伯南，一个未来对你没有助力的女人，只会成为你的绊脚石，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。曲太太的这一事，你想做就做，我没意见，但我的私事与你无关，你
别动手。这是。他不喜欢，所以没必要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下，否则我不介意换一位取代。和我结婚的不会是陈毅，但也可以不是你。志威，你说你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礼物呀？伯南把素素当妹妹照顾，那她以后就是我的妹妹。这她过生日，我当然是要送礼物的，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吧。难得你如此用心，素素知道了，肯定会很高兴的。小姐，您回来了，怎么不直接进去？素素，回来了。曲阿姨，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想先回房间了。素素，客人还在这里，谁教你这么待人处事的？素素妹妹，你是不是还在因上次的事情生姐姐的气啊？姐姐向你道歉好不好？素素，听话，别耍性子。志威给你带了礼物，快过来跟人家道谢。伯南10分钟离开曲镇。伯南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今天是素素妹妹的生日，礼物我都带来了。我说让你离开，别再让我说第二遍。是不是伯南打来的？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那个，曲阿姨，我看素素妹妹好像也不是太喜欢我，这礼物我也送到了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那怎么行呀？你能来给她过生日，她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过个生日，什么人都要惯着她。曲阿姨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礼数不周。沈姐姐，我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，请见谅。素素妹妹见外了。曲阿姨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以后有空我再来看您。好，今天你过生日，我给你买了件衣服，你去换上，看看合不合身。给我的？当然了。谢谢阿姨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沈小姐回去的路上出了车祸，现在人正往医院送呢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车祸呢？以后我每年生日，你都会陪在我身边吗？永远在一起。
你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既然人没事儿，就先走。你才来多久就要走？伯南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差点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还有事儿。站住！有什么事儿能有知薇重要？说到底，知薇还是因为素素才出的事儿。你哪儿都不许去，给我留下来照顾知薇，不然我现在就让素素过来。知道了。苏苏，你睡了吗？苏苏，回来陪你过生日了。少爷，您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苏苏呢？不知道，要不您给小姐打个电话？素素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。素素，你今天应该在徐家和他们一起过生日吧？我不想打扰你们家人团聚，就没过去了。马上要12点了，打电话过来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句生日快乐。素素，怎么，你哭了吗？谢谢你。素素，你在外面。明宇哥，你现在能过来找我吗？好，你把位置发我，我现在过去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素素，素素，生日快乐！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啊，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我想送你的东西太多了，可是你生日那么重要，可不能马虎。我挑了好久呢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梵克雅宝的手链。我姑妈是梵克雅宝的设计师，我专门让她为你设计了这款手链。它可以在周围漆黑的环境下散发出一种淡淡的白色光芒，这样你以后就不用怕黑了。素素，你不喜欢吗？那我下次……谁说我不喜欢了？你给我戴上。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。 두근대는 맘을 따라 너에게 가는 나의 발걸음은 마치 구름 위를 나르는 듯한 Baby, can't you see I'm calling? A guy like you could wear a ring. 你抽烟？ 今晚的你好像和平时不太一样。宋明宇，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什么乖乖女。之前你看到，
都是我装的。乖巧懂事，温和无害，都不是真的。现在你眼前这个才是我，你不会喜欢这个我。谢谢你今晚来找我，也谢谢你精心准备的礼物。我不想再欺骗你，订婚取消吧，你不用娶一个你根本就不了解的。嫁给我。素素，嫁给我好吗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不管你乖还是不乖，在我这里都没有什么分别。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。为什么呢？什么为什么？你眼前这个人，表面装乖巧，内心藏着阴暗的秘密。宋明宇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素素，非要问为什么的话，难道我就不能是为了喜欢你而存在的吗？可是，宋明宇，不喜欢你，就算嫁给你，我可能也不会爱上你。你真的没关系吗？素素，我知道感情不能勉强，可是我也知道时间是一直往前走的。我相信愿望终会实现，我也愿意等待奇迹降临的那一天。今天很晚了，能给我点时间好好想一想。好，素素，你考虑多久都没有关系，不管你会不会和我结婚，会不会和我在一起，我都希望你快乐。是我。徐波南，你放开我！哭什么？曲波南，你有病就去看医生，大半夜出现在我的房间，你知不知道这叫私闯民宅，是犯法的。报警一报一个准。再说，再说一遍也是一样。曲波南，你不陪我过的生日，有人陪我过。从今以后，不再需要你。不再需要。那你需要谁？宋明宇。和他没关系，我总是要结婚的，不是吗？就算不是宋明宇，也会是别人。别说气。怎么？同样的话也能说，我就说不得。有钱是不是？有钱是不是？有需求就去找别人，没那个心情。天快亮了，沈之薇还在医院，你有空还是多陪陪她吧。没什么事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素素，我不是故意10月不陪你过生日，我到这个时候你已经走了，我找了你1个晚上。所以呢，你想表达什么？其实你不用跟我说这些的，一个生日而已。我困了，想先睡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请你立刻离开。素素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，不想见我，我明天再来找你。
那他还记得，可惜了，高跟鞋还是那个高跟鞋，真色已经不是当初的真色。喂，宋明宇，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我？是。既然这样，我听说现在不需要户口本也可以领证，你身份证在旁边吗？你当然加给我了。嗯。我现在就去找你。那我在小区楼下等你。宋明宇不适合你，跟他分开吧。那谁适合我？你吗？素素，别让我为难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等你结婚那天，我一定包个大红包。素素，不管我结不结婚，我们的关系都不会有什么分别。婚姻是婚姻，爱情是爱情，这是两码事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一边要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回家，一边又舍不得我这个床伴？你不是床伴，你是我的。对，我不是，我不会再是。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我是真的决定嫁给宋明宇，我没有闹脾气，更没有意气用事，这是我死期4保收的决定。宋明宇马上就要过来了，我们要去领证了。我希望你祝福我们。素素，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比我对你更好，包括宋明宇，所以不要跟他在一起。宗祖，你们，宗祖，你们都看到了。伯南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素素，你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他欺负你了。宋少爷，你们不合适，所以不要跟他在一起。合不合适不是你说了算，素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她已经选择和我在一起了。明宇哥，我有些事想和他说，你去车上等我好不好？嗯。可是，放心吧。好。你一边和沈志威纠缠不清，一边又管着我，现在还想毁了我的婚姻，你还真是想把这个渣男做到底啊！可惜了，女人和男人不一样，男人可以脚踩2只船，并且心安理得，可对于我们女人来说，只是想要特别的偏爱。所以，我会和宋明宇坦白我们的过去。如果他能接受，你就会嫁给他。我有我自己的人生，你干涉不了我。素素，可不可以为了我，不要跟他在一起？素素，你怎么了？明宇哥，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结婚的事情改天再说，可以吗？素素，
你后悔了？不是，那是因为刚才的事儿。明宇哥，我心里有些乱。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放下了，所以才选择和你结婚。可直到刚才，我才发现，也许我只是在利用你报复他，这样对你来说不公平。素素，就算是利用也没有关系。我不管之前怎么样，但是我相信以后陪你走下去的人一定是我。明天宋家有一场慈善宴，你愿意陪我一起出席吗？我想把你正式的介绍给大家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。好，明天见。Welcome to the new world, never seen before, where the sound of thunder. 少爷，老爷回来了，正在书房等您。知道了。我不在这段日子里，你的心不静啊。嗯，爸，我先去忙了。这盘棋你现在有60%的胜算，就这么放弃，等于前功尽弃了。爸，我走了。这臭小子，出其不意，一招制敌。我输了，管家，祛斗，你抽空准备一下，素素跟宋家那小子的婚事该提上日程了。是，可是祛斗，大少爷并不是很赞同。正是因为不赞同，所以要尽快再拖下去，夜长梦多。我这就去准备。你脸皮是越来越漂亮。伯南，快来，志威过来了。伯南，怎么这么重的烟味儿啊？还有，你怎么这么憔悴？从小到大，你做事情向来有分寸，今天是怎么了？魔怔了，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。我先回了。慢着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志威，这么多年，我跟你叔叔不知道给他安排了多少个相亲对象，他都拒绝了，一直说要等志威回来。现在你回来了，你看时间合适的话，不如你们两个把婚定了。刚好，素素跟明宇不是也要订婚了吗？干脆你们两对一起。我都听阿姨你的。都随您。志威，你放心，我们曲家不会亏待你的。这订婚宴呀，一定办得风风光光。那就谢谢妈了。好。哎，素素啊，宋伯父，宋阿姨，你这傻孩子，这都快订婚了，还是这么见外。哎，说到订婚，素素，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，不知道你肯不肯答应？什么事儿啊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这不，你和伯南都要订婚了，我想着看能不能把你们两个的婚事一起给办了，到时候也算是双喜临门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没有，阿姨，这种小事您不用问我意见，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呢？还是素素懂事儿。志威啊，那个就是你未婚夫的便宜妹妹。
瞧她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样儿吧，想来呀，也是借着瞿家的地位攀上高枝当凤凰，竟然能和宋家联姻，嫁给宋明宇，她也配？不过是勾引男人的手段罢了。她连伯南都敢肖像，真是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敢跟你抢男人？知薇，要不趁着今天给她点教训。那个，我去趟洗手间，失陪一下。你们看着办。走了不长眼睛啊！少摆出那无辜的样子，你妈没有教过你吗？撞到人要说对不起。我妈只教过我，不要跟碰瓷的人一般见识。陈素，你认识我？谁不认识你这大名鼎鼎的陈素啊？知三当三。哦，是沈知薇找你来的。我跟知薇可是闺蜜，她亲口告诉我的。你可不是什么乖乖女，而是一个不知廉耻的放荡女。怎么，他亲眼看见我们上床了？你果然不要脸！我，哎，去！周小姐，在今天这个场合欺负我的人，合适吗？徐总，陈素只是表面看着乖巧，可实际上就是一黑心白莲花，你可小心着点儿，别让她被吃的骨头都不剩。周小姐多虑了，她什么性子我最清楚。徐总，你可别忘了，知薇才是你的未婚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喜欢的人是陈素呢。薛总，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周小姐，我前段时间听到消息，南岸路出了车祸，可肇事者却意外逃逸了。恰好我有朋友路过，车里录了段视频。周小姐，你猜猜，这个肇事逃逸者是谁？徐总，刚才是我唐突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对他造成了这么大的人身伤害，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了？徐总还想让我做什么？道歉。他什么时候原谅你？这件事儿什么时候结束？对不起，周小姐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清啊？陈素妹妹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不应该那么说你。周小姐下次说话还是注意点。我倒是没什么，要是遇到别人，可就没那么轻易原谅你了。没事。伯南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不喝。你酒量不好，这个酒度数高。吃这个。伯南，你有意见啊？知道那个陈素有什么好的，能让瞿伯南这么伤心？气死我了！他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难堪，这次我绝对不能这么算了。你要是想报仇的话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知薇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还是你高明。这都是那个贱人应得的。哼，陈素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躲得过？他走了，你不追过去吗？你希望我去找他？我不愿意，你就不去了吗？是。瞿伯南，
你这是何必呢？我知道这件事跟沈志伟肯定脱不了关系，不管欺负你的是谁，我都会护着你。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脆弱，更不需要你的同情和保护。你对我一时的同情，对我来说不是帮助，只会让我更痛苦。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属于我，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。素素，你有我，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。曲伯南，有些事情我已经说倦了，说厌了，你怎么就是听不明白呢？你娶了沈志威，就没有资格再守护陈素。别再自欺欺人对我好了，我不需要。伯南哥，素素是我女朋友，不久之后是我的未婚妻，以后更是我的妻子。我会尽全力的疼惜她，爱护她，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是吗？当然，你最好有这个本事。楚家跟宋家是不是有2个房地产项目？好像是有。停掉。素素，我刚才那样做，你生气吗？没有。那就好。什么事？说。你说什么？素素，抱歉，我需要回公司一趟，处理点事儿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我可以解决的。我先走了。喂，温温，我记得温叔叔和宋家的关系还挺好的。是啊，我爸刚刚出去的时候还跟我说呢，宋氏集团出了点事儿，宋家前段时间刚跟楚家谈的合作，合同都走了，结果刚刚楚少文突然反悔，还十分豪爽的给了违约金。虽然这件事吧，宋家没吃亏，可楚家身份在那里放着，楚少文拒绝的一方是没有其他公司愿意冒险合作的。我知道了。楚家和宋家的合作为什么要停掉？看来你是真喜欢上他了。从小到大，这还是你第一次在我面前提别的男人。他是我未婚夫，也是我未来的老公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道理，我还是懂的。真护着他。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陪你睡，把合作还给他。素素，不要跟我谈条件，更不要为了别人把自己当做条件。说什么？宋伯父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，没有什么事儿。晚宴遭贼了。今天晚上要举行的慈善拍卖的珍品，一个高僧舍利做的佛珠意外失窃了。这串佛珠可是国家级珍品，有价无市啊！今晚来的都是京城里的名流贵族，按理说安保系统不会把外人放进来的呀。这好端端的怎么会遭贼呢？监控看了吗？看过了。那监控能看出是谁偷走的吗？监控里面看不到，但是负责看管舍利的佣人说，只有陈小姐一个人去过放舍利的走廊。好了，素素什么性格我会不知道吗？一个佣人说了几句话你就相信了，跟了我这么长时间，
这点辩驳能力都没有啊！是我唐突了。唐不唐突，那得检查了才知道。好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宋伯父，人言可畏，这件事要就这么作罢，只恐怕多少对陈小姐造成非议。现在只要一查，陈小姐也可以洗清自己的嫌疑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宋董事长，咱们两家交往这么多年，现在当着这么多人面，还要搜身检查，这是明晃晃地损伤我曲家的声誉。曲叔叔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行了，一串舍利而已啊！我宋家还拿不出别的宝贝吗？曲董事长，是我管教下属不力，让苏苏受惊吓了。去，把那个爱嚼舌根的佣人给我带过来，我倒要看看谁的嘴巴这么不干净，这种谣言都乱传。是。把你看到的所有事实都讲出来，否则的话，就等着牢底坐船吧。老爷，我真的没有撒谎。刚才陈小姐宴会之前下楼的时候，我看见她在走廊里故意逗留了一会儿，还左顾右盼的。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，现在想来，要是那个时候她已经有了想偷东西的心思。你给我住嘴！宋伯父，您先别着急，现在这个情况呢，东西已经丢了，陈小姐要就这么走了，岂不是让大家都觉得她是个小偷？这样才会影响曲家的声誉。伯父伯母，您看呢？是啊，只要陈小姐愿意让我们搜身看一下，便可证明自己的清白。陈素妹妹，你看，要不然你就委屈一下，让大家搜一下你的身，这样子不单能洗清你的清白，也能让大家打消对你的偏见和误会，你觉得呢？沈知尉，为了下这盘棋，你还真是费了好大的心思啊！如果要搜他，不如搜我。舍利是我拿的。你说什么？伯南，这舍利真的是你拿的？刚才在外面院子的时候顺道捡到的，本以为是什么不起眼的东西，差点丢了，没想到是舍利。不是这样的，伯南，这还真没想到曲总还有捡别人东西的喜好呢。好了，这应该是佣人不小心丢了，他怕受到牵连，所以才做出了这等错事。你以后不要在宋家做事了，带下去。还不赶紧把这个信口胡诌的佣人给赶出去！今天可是宋叔叔的寿宴，别打扰了他的清静。走，等一下，宋伯父，一个佣人如果真的弄丢了舍利，第一时间肯定向您恳求原谅啊！怎么宴会这么多人，就突然平白无故的冤枉到我头上了呢？陈小姐，大概是因为你在整个宴会厅里最耀眼了，所以佣人啊只记住了你的名字。是吗？这事有蹊跷，一个佣人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把脏水泼到陈小姐头上？曲家和宋家马上就要联姻了，这不就是明摆着要离间曲家和宋家吗？这心思，只怕幕后之人居心不良啊，得把这佣人关起来，好好盘问盘问。啊，老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老妇人，我怎么敢有这种心思？那想必就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你了，是谁啊？啊，是他，是周小姐。是他说他给我10万块钱，让我把这件事赖在陈叔头上。我家里女儿生病需要钱，我才动了歪心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胡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
是我。你看，这个你怎么解释？这上面可是你刚刚转给我的1万块钱，你这不能抵赖吧？周小姐，证据摆在面前，由不得你抵赖了吧？只是你无缘无故闹这一出，难道是你的父亲周董的安排？周小姐，如果有些事情不是你自愿的，你大可以说出来。我相信宋伯父一定不会为难你的。没有人逼我，是我自愿的。这件事跟周家无关，跟任何人无关。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装模作样的乖乖女形象。凭什么你干什么瞿伯南都会护着你？我不甘心！明明我算计好了这一切，根本不可能会有破绽，怎么会被发现？住手！还不把周小姐送回周府？从此后，周家和宋家、曲家再也没有来往。走，陈素啊，我讨厌你！像这种表里不一的女人，你会遭报应的。等着这一天。走，放开我！四子，这件事让你受委屈了。没有，宋伯父您一向向着我，反倒是因为我弄了这场闹剧，影响了晚宴。宋董事长，既然这串舍利被我阴差阳错捡到了，我想就由我来拍下它。9000万，有人加吗？曲公子这是要点天灯？点天灯的意思是，无论竞价的人加价了多少，曲公子都会竞价到底。看来没有，那这串舍利就归在下了，全让了。这价值9000万的珠宝，曲少这是要送给陈小姐？干涉陈小姐的人算是踢到铁板上了。今天这件事儿是最后一次，我不希望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陈素想要任何东西都不会以偷盗的方式，因为我瞿伯南会满足他的所有心愿。刚才的事情是怎么回事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佛珠是伯南从你包里拿走的，我都看见了。行了，他怎么会偷舍利？谁知道呢？骨子里的血脉，谁说的准呢？少说两句行不行？不行。陈素，我告诉你，我就伯南这么一个儿子。今天这件事情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以后你再敢让他替你背锅，我一定让你后悔。不是我让他背的，是他自己从我这儿拿走的。您不是都看到了吗？曲阿姨，您儿子人很好，但他是个成年人了，他做事情难道没有自己的分寸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之所以从我这儿把佛珠拿走，是为了保护我呢？现在连这种话都敢堂而皇之的说出口，你真是长能耐了呀！曲阿姨，没有，我只是希望您能明白，您的儿子是个30多岁的成年人，他不想做事，没有人可以逼他，我也不信。如果不是因为你来了曲家，他怎么可能会屡次三番为了你去违背自己的准则？说到底，不还是因为你？可是我已经离开曲家了，如果不是宴会结束，您二话不说把我拉上车，我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儿。你，曲阿姨，您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罪责推到我身上，把自己的不满发泄到我身上，对我公平吗？果然，那个什么周姨说的一点没错。你表面看上去乖巧懂事，其实心里头城府深着呢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到底要给曲家惹多少麻烦，你才肯甘心？曲阿姨，舍利真的不是我偷的，是沈知微指使周姨诬陷我的。闭嘴！知微那么懂事听话，怎么
这种事情。别忘了，你过生日的时候，人家还给你送礼物了，你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居然敢倒打一耙！你再敢信口雌黄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赶出曲家？那就把我赶出去，反正我也不姓曲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一直都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不知道的是你，曲阿姨。就算是养条狗，狗冲年摇尾巴的时候，也不至于恶语相向吧？而且，狗也没有做错什么，它只是想要口吃的而已。更何况，不是狗，是人。怎么了？这是曲波南惹你不高兴了？我跟曲家摊牌了。我早就想你这么做了。这么多年你在曲家过得并不开心，所以每次都忍。这次终于可以不用忍了。来，庆祝你恢复自由。再喝。行吧，你先喝，我去个洗手间，一会儿回来。这妞看着得劲儿啊！宋女，不该说的别说，得罪我们老大的形象，你是知道的。素素，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遇见曲波南，爱上曲波南。爱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。有可能你拼尽全力，甚至没办法得到他一句承认。而且，这么多年你的情谊，很有可能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。爱了就爱了。为什么要后悔？我不会后悔，我只怕自己以后再也没有力气喜欢上别人。文文，我头好晕，我想回家。你怎么回事？这才几杯，酒量怎么变得这么差？
你家司机电话号码多少来着？我现在哪还有什么司机啊？那你想让谁来接你？宋明宇怎么样？不要宋明宇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这位美女现在一定感觉非常寂寞难耐吧？我们仨是来陪她的。曲伯南，我和陈素在夜生帮杨老师要利息，速度要麻烦你赶快过来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什么？当然是睡她了。我警告你们，他不是你们能碰的人，他可是曲百南，就是我刚刚打电话那个人。而且你们再怎么孤陋寡闻，也应该听说过曲家吧？老大，我刚打听过了，这个女的叫陈素，她姓陈，怎么可能是曲家的人？这死丫头肯定是诓你的。你姓陈，和曲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陈素，好热。小美人儿，跟哥哥过来吧，哥哥给你降降温。你们给他下药了？这就跟你没关系了，你们两个给他抓住。陈素，素素，你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哦，谁呀？妈的，赶快老老实！啊！老大，这人好像真的是曲伯南。真的吗？赶紧走！快走！等会儿会有人来收拾他们去，我在住宿这，你自己先回家，注意安全。醒了。怎么是你？温志呢？昨晚的事都忘了？忘了。你在酒吧被人下药，我把你带回来了，让医生给你打针，缓解药性。你的衣服我换的。这里就是之前我跟你提到过的清水湾公寓。我知道你不想回家，就带你来了这里。再休息会儿。我要回自己家休息。苏苏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只属于我们的家。许伯南，你知道家代表着什么吗？代表着两个彼此喜欢的人共同组建一个家庭，在这个家里面互相扶持，互相进步，这所有的一切的基础都是需要靠爱来完成的。我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结婚对象，你我之间不可能有家的。你说这个话不觉得可笑吗？苏苏，人这一辈子不只有爱情，更何况爱你的人未必有我做的多。谢谢你昨晚送我回来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。我们两个就这样吧。苏苏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，你告诉我，我都可以啊。是吗？那如果我说我要你跟我结婚？苏苏，你有想过我们结婚的后果吗？
我姓瞿，瞿家的独生子，从小到大受尽偏宠。如果我们真的闹到结婚的地步，那么受伤害最多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。外面的人会用最肮脏的话来贬低你，世俗的恶意也会毁了你。我们像现在这样，不好吗？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尽情去做，你想不回家就可以不回。不管你是想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还是想要自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只要有我在，我就可以让你拒绝世界上所有的险恶，哪怕是你想做自己，我可以永远把你保护在我的羽翼下。我有手有脚，我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好。我联系了你那个很喜欢的画家，他下个月会有一场画展，到时候你的画也会挂上去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年底你就会有个人画展。怎么了？瞿伯南，在你的眼里，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利益和价值来衡量？素素，你难道不想出名吗？没有哪个画家画画是给自己看的。你好像从来都不了解我。我想要什么，我在意什么，你一直都在把你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身上。你以为我害怕伤害，其实我根本不怕。你以为我想要出名，其实我也没那么在乎。你自以为你机关算尽，自认为你所做的一切都在为我好。瞿伯南，你真的是自大、愚蠢、自大、愚蠢。瞿伯南，你真的是自大又愚蠢。把我叫过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什么意思？婚姻很重要吗？重要的不是婚姻，而是和喜欢的人呢一起步入婚姻，并且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直到白头偕老。可如果没有婚姻，我也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啊。大少爷，你想让陈素当小三吗？陈素愿意吗？沈之薇能愿意吗？陈素说让我娶她。那你就娶她吧。你们的路啊，虽然很艰难，但是她承受的要比你多得多。我知道你会顾虑这些，但是话要说回来，伯南，你考虑了陈素，但你也得考虑你自己啊。你们的路还很长，你难道就真的想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，生一个孩子吗？可就在他提出让我娶她之前，我觉得婚姻无非就是按部就班，跟上辈人一样。联姻会让瞿家事业版图更加强大，毕竟婚姻跟爱情是两码事。陈素肯定不会这么想，对不对？你信不信？你要是和沈之薇结婚了，你跟陈素彻底完了。我原本以为我可以说服他，没想到到头来，他说服了我。如果婚姻的代价是
是让我失去他，那我可以一辈子不结婚。他也休想跟宋明宇结婚。你看，你不是也不希望他跟别人联姻吗？爱情啊，本来就是自私的、排他的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那岂不是跟排斥？喂，那个苏妹妹，我听说你对曲家和宋家的合作比较感兴趣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前天把策划案交给伯南了，要不你去找伯南帮策划案拿过来，我再认真考虑一下要不要和宋家合作。文件在哪儿？徐家还是公司？在曲家，在伯南的书房里。你放心，曲阿姨啊跟伯父都不在家。让佣人给你送不行吗？他们送，我不放心啊。等着。曲伯南，别说兄弟我不够意思了，老子就在帮你们一对苦命鸳鸯。喂，是我发你的这个吗？对，宋妹妹，来都来了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不如推一下书架后面的按钮，有惊喜哦。这是……对了，文文，你还记得我把自己关在画室1周画的那幅画吗？记得啊，当时那幅画被一个神秘商人看上，用100万的高价给拿下了呢。不能喝冰的。就一次，就一次。要不我们赌一次吧？要是这瓶可乐中奖了，你就让我喝；要是没中，我就不喝了。苏苏，你是笨蛋吗？这个饮料中奖的概率啊，连10%都不到。万一呢？中了，中了！这个就送给你了。他竟然一直留着。
么样？震撼吗？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？大概是因为实在看不下去了吧？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屈伯南爱你爱的要死，你却不知道呢？不可能，他最爱的人是他自己。那第二爱呢？你忘了，还有个沈之薇了。陈素，如果一个男人真的会爱这个女人，会任由她出国4年，不管不问吗？你是想说，他最爱的人是我？是的。只可惜，他会娶沈之薇，因为沈家和曲家联姻，能保曲家100年之内稳居江城翘首。是吗？但我怎么觉得你比沈之薇重要，更比所谓的家庭利益重要呢？不如我们打个赌。赌什么？赌他会为了你放弃你。不会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值得我哥放弃他手中所有的地位，包括他自己。恕不奉陪，告辞了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这是一定会发生的现实呢？素素，你觉得这套怎么样？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素素，素素，啊，你觉得好就好。素素，你真的想嫁给我吗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因为我觉得，其实你嫁给我并不开心。虽然我很想让你嫁给我，但是比起嫁给我来，我更希望你每天很快乐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曲阿姨已经把订婚的宴会厅订好了，双方宾客也已经通知了，而且我答应过她，不会影响曲家的名声。没关系的，素素，在宴会开始之前，你随时可以反悔。可是，一旦你出现在了宴会现场，我就绝对不会放手了。没关系的，你慢慢想，宴会的事交给我就好。素素，按理说我们之间没有联络的必要了，可明天就是你和伯南的订婚宴。看在你在曲家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希望你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。曲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影响曲家的声誉的。明宇哥，我想试试这件。素素，这就是我的答案。哎呀，陈总、陈夫人，好久不见！恭喜二位，这曲家可谓是双喜临门呐。一个是沈家，一个是宋家，曲家以后只怕是要稳居京城4大名流之首了。不敢，不敢。伯南，伯南，这宴会马上就开始，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啊？这志威跟素素呢？还有这明宇怎么也没来？应该在路上。哎呀，
今天是你们两个的订婚宴，你们自己不上心，还指望客人帮你们上心不成？不行，我得给陈叔打电话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怎么回事？该不会是陈素中途反悔了吧？徐董，这您儿子可真是一表人才啊！这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，说不准您很快就能提前退休了，这我可得提前恭喜啊！可不是，我听说陈小姐也是又乖又听话，我本来还想着让我弟弟跟她见面呢，没想到她这么早就结婚了，看来是我弟弟没有这个福气了。哟，亲家，亲家，亲家，哎呀，亲家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只有你们2个人？志威呢？刚才不是还跟在后面吗？人呢？啊，亲家母别担心，志威可能是去卫生间了，我给他打个电话啊。啊，好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愣着做什么？找人呢！这怎么回事？这订婚宴马上就开始了，主人公呢？明明是4个人的订婚宴，从头到脚只出现了曲少爷。难道是出了什么岔子啊？不知道啊，难不成是逃婚了？怎么可能？这曲家乃是4大家族的龙头，多少人想攀都攀不上的。这宋家和沈家怎么可能逃婚？难道是路上出事了？管家，管家，立刻派人去找，看看这陈素跟明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一个个的，这订婚宴还办不办了？哎，来了。怎么这么晚才来？订婚宴马上就开始了。路上堵车，来吧。怎么一直这样看着我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不是不喜欢白色，是不喜欢，但是今天是我和明宇哥订婚的日子，当然要让他看到我最美的样子。这没想到陈小姐长得竟然这么漂亮，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长相。她的脸蛋怎么可以那么小？感觉还没有我的手大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宋家少爷可真有福气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怎么感觉他们2个站在一起啊，反而更像是这场订婚宴的主角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，他们2个看起来确实太般配了。嘿，我在瞎说什么？明宇被绑架了。啊，明宇被绑架了。宋董事长和宋门人都快急疯了，他二老向您传达歉意。宋少爷生死未卜，他们也分身乏术，肯定是赶不过来了。宋董事长说，订婚宴的一切由您操办决定。各位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的订婚宴出了点小插曲，宋家少爷和沈小姐出了点状况，不能来出席这场订婚宴了。不如这样，今天就简单走一下流程，也好让大家早点吃饭。亲家，你们觉得呢？当然可以，大家都等了半天了，直接走流程吧。等到志威回来，我会跟他解释的。是啊，志威跟伯南本来就互相喜欢，订婚只是个仪式而已。好，那咱们入座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，是为了见证曲先生和陈女士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爱情是命运中最温柔的安排，而婚姻则是2个人对彼此最郑重的承诺。此刻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最幸福的主角，踏上属于他们的红毯。
这段路由不是哥哥却胜似哥哥的曲少爷为之送行，也是合适的。我有一种错觉，就好像这场订婚宴就是给你我准备的一样。素素，我说过，你的愿望都会实现。这曾经是我梦想中的婚礼，就当是你以另外一种方式娶过我了，你没有遗憾。从今往后，我做我的宋家太太，也当你的沈家先生。徐伯南，好了，既然仪式已经走完了，大家就先吃饭吧。伯南，你过来一下。爸，沈之薇和宋明宇不见了，是你搞的鬼吧？是。你倒挺坦荡。人呢？忘了。从小到大，我还第一次见你这样。你一向从容有度，我没想到在这种场合你这么任性。上次素素过生日，沈之薇意外车祸住院，毁了素素的生日。他既然那么喜欢在重大场合出岔子，我也不会让他失望。伯南，你从小到大都没让我和你妈操心过。今天这事儿只有这一次，我不管你做什么怎么做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宾客都只会认今天的订婚宴是你和沈之薇的，也是陈素和宋明宇的，唯独不是你曲伯南和陈素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回了。爸，我爱他。宋家和沈家这两门婚事，曲家推定了。曲伯南，你疯了！你才发现吗？我早就疯了。你是不是以为刚才在订婚宴上我只是一时任性，事情还会按照你们期望的进行下去？我和沈之薇联姻，陈素和宋明宇联姻是吗？一直以来，我都认同您和妈对我人生的安排。我没有资格娶我喜欢的女人，因为我的婚姻是保证曲家利益的工具，而只有曲家利益得到保障，我才能永远保护陈素一辈子。可就在不久前，我发现我错了。如果出卖自己的婚姻，我将会永远失去陈素。曲伯南，这可不是小孩过家家，你要跟他在一起，别人会怎么笑话我们曲家？我跟你妈又还怎么抬得起头？爸，是不是在你心里，为了维持家族的体面，您的儿子就得戴着面具，一辈子都不能摘下来？没错，因为你是曲家的继承人，从出生开始
就要对曲家的荣辱负责。那我便不要继承人这个位置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陈素，你真是龌龊的让人恶心！妈，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打他干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。陈素，我自诩我没有亏待过你，至于这么恩将仇报吗？非要把我儿子毁得干净天干心吗？妈，够了，行了，消停一点吧，跟个破门骂街一样，不嫌丢人吗？自己儿子根本就都快拐到老家了，我要是再不好好跟他说道说道，没准过2天连我这个亲妈他都不认了。您永远都是我妈，但素素是我爱的人，您接受也好，不接受也罢，这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如果您再像这样伤害我爱的人，就是在亲手推开您的儿子。我再重复一遍，素素不会嫁给宋明宇，我也不会去省职位。不准走！陈素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靠近我儿子一步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找人掘了你爸妈的坟？我……伯南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文月的事情没那么好取消吧？不好取消，不代表不能取消。更何况，这是我该考虑的问题。你要考虑的是，你要不要嫁给我？你刚刚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不会后悔？不会。素素，不要怕。我知道这条路很难走，但如果是为了你，所有的困难险阻，我都会躺平。素素，我来晚了。明宇哥，素素，你还记得我在观察馆对你说的话吗？如果你真的出现在了婚礼现场，我真的不会再放手了。素素，跟我走。素素，嫁给我好吗？明宇哥，对不起。如果这世界浮躁、虚假、喧哗，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啊，就算黑暗烈暗，我一定会到达。如果你说这傻话、废话、谎话，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啊，就算黑暗烈暗。徐国南，我们现在算是在私奔吗？算。感觉今天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。如果人的记忆只能保持1秒钟的高度，希望就是这一瞬间。这么怕死，之前不还说要一起选举吗？徐国南，
你说，如果我们死在这场车祸里，算不算殉情啊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经过今天事情，我才意识到，人生有无数可能。我突然就不想和你殉情。对不起，素素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委屈。现在我才意识到，我们两个在一起需要付出多大代价，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伤害。怪曲阿姨对我生气，对她感到抱歉。还有明宇哥，是我对不起他。怎么了？宋明宇这段时间把你照顾得挺好的，我看你还挺享受的。那你呢？是不是和沈之薇睡过之后，发现他满足不了你，所以才回过头找我这个回头草？除了你，我没有碰过别的女人，不像某人，被人下了药，嘴里还喊着别的男人的名字。曲伯南，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？我还以为你看不出来呢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听你的。我啊，我去哪儿都可以，因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幸福的。